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4位，赞成60位，反对44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因应国际情势，强化经济社会及民生国安韧性，特别条例制定通过。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县人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大家好。好，今天礼拜五，那礼拜五呢，当然每一次呢，到了快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因为距离26号非常近，就剩下2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哈。那对这些日子来讲的话，你接下来看得到都是大造势，但在今天在立法院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今天在立法院，包括行政院送的特别条例4100亿的公防，但进去以后，还记得吗？这2天大家在讨论到说，国民党对于台电拨补的1000亿到底态度怎么样？那从所谓的大家要不要各让一步，到所谓的寸土不让，甚或国民党中央讲说从来也没有过对于那个1000亿，那说有让步的意见，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为什么会传出这样一些讯息？是真的基层会有反弹吗？那基层为什么要反弹呢？因为这几天的风灾你也看到，包括台电一些人辛苦，但这件事情跟这个拨补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还是它是政治上的效应呢？而这里头包括今天国民党再加码，好吧？如果这样1000亿拿掉，本来是不是4100亿？4100亿拿掉1000亿变3100亿，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总是要再补一些其他的吧，2300亿普发1万，2300亿算下去，所以国民党现在推了。那如果要这样，就5400亿。白银这个方提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在今天立法院这个对决，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特别条例法案的对决，但私底下暗潮汹涌，它包括跟整个大罢免之间氛围之间的影响，它包括蓝营之间所有针对这些议案之间，中央跟地方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整合，包括蓝白之间的合作，上下。看起来它是单纯一个条例，但是你如果把它整个爬梳起来的话，它恐怕中间真的非常非常复杂。今天的局面呢，叫做全台湾都在全面作战之中。一个是我们知道云嘉南，但我们台北人比较没感受嘛。是云嘉南那一带第一线的台电基层人员，第一线的很多要救灾的国军，他们正在奋战之中。因为他们跟天灾在做奋战。那另外一个在立法院里面也在奋战。这个奋战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特别条例，还有普发1万元的现金。现在呢，他们预计是今天傍晚可能要表决，也在奋战之中。然后这奋战里面呢，里面有一件事情呢，就变成是一个纠结的状况，就是1000亿的台电拨补特别预算要不要放进去？然后如果不放进去，整个现在国民党要求的就是要卓荣泰做报告。那所以今天呢，本来呢，先前的时候是朱立伦呢说各让一步。结果现在朱立伦呢对党内也让一步，所以呢他本来就是2300亿普发1人1万的，加上原来的4100亿，所以通通进去，现在各让一步，所以让了一步是什么？他对内也让，因为台电的100亿，1000亿让了，所以今天要表决的是，那时候好，那我有让啊，所以他们的2300亿那个普发现金也要求整个民进党执政党要接受，所以就变成5400亿的一个攻防。那这攻防里面其实打来打去，那当然里面呢，它就会有一个说法，我让你过1500亿的社会韧性，但是社会韧性我们都知道，美国很 care 嘛，AIT 鼓励人前几天还特别谈到台湾的社会韧性嘛，所以朱立伦应该听懂了，所以国民党这个部分。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势里面，加上今天川普又公布了几家，然后这位后面还是没有我们，还是没有我们。对，那我们到底会是什么？然后这里面的加上汇损，其实我们要知道很多我们的传统出口产业汇损已经是损了13%、14%了。而这个情况里面，那台电呢国民党呢就用了一个普发现金。想要去换取一些社会上对他们的认同，所以他们也很坚持2300亿，然后大概也跟民众党6000块已经讲了，所以大概就在做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攻防。可是这种攻防里面呢，我会发现说，那1000亿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讨论的就是台电，那台电这个1000亿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台电这1000亿拨下去之后，
那是不是我们的台电的电网人员韧性？这也是古立言当天讲的，很 care，美国的智库也很 care，台湾的人员韧性是不是因此就加强？这个东西呢，其实你知道，在这个攻防里面，坦白讲，大家在政治上已经各取所需，是后面的细节看起来今天也没有打算好好的讲清楚。可是这里面最苦的是什么？是台电。其实我跟台电的第一层员工有很深的关系，有很多的亲友是台电的人，我跟台电工会更熟。当年他们曾经有选入官司，我还帮他们找了像尤伯祥。这些司改会第一代真正很关心人权的第一代司改会，帮他们打了宪法官司，就是他们主动帮忙，所以其实他们里面的苦，那苦的话，大家都看到一个画面嘛，他台电其实他们那层第一层员工哦，你会看到说现在有人5天，就在那边抢救，都没有回家，台南还有3万多户还没有恢复电，然后这一次呢是少有的直接从台湾西边打上来，所以那些电线杆。是目前还有2500多根，还要倒的跟断的2000多根，2000多根。那你会看到有些地方呢，它叫做立起临时的电线杆，那个是临时就架起来，然后从地下电缆里面把它拉出来。但是你知道他们真的苦在哪里？这些是史上最强度的一个抢救电源，这个90%以上的第一线员工都丢进去了。他们如果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产业道路的。没有一般道路的，我知道他们每个人是他们怎么样要接的电线是每一个人捆在身上20几公斤，爬山涉水到那个现场去把它给架起来的，那个拉出那个电缆杆也是一样，那个电缆杆其实是撑不住太久的，那都是临时的。但是台电员工一直在做这件拼的，而且呢，很多军人也很紧张嘛。因为现在不是又讲到有一个烟塞湖，那烟塞湖是在70几年前，那个烟塞湖已经倒了5次了，那幸好现在降下来，当时在抢救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崩下来，74个官兵就在里面受难了。当然我们现在技术好一点，可是你都是拿着生命危险在拼，然后在拼的过程中，其实台电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精神？因为我认识他们其实有很多，不要讲是第一线的员工啦，退休的。其实台电员工哦，好多第一线员工，我不讲台电第一线哦，我们讲那个对，不是讲官，在讲第一线，对，第一线的，他们家里都有他们都是火腿族，台风的时候，我到他们家里都知道，都在讲，哪边的第几号电线杆断了，然后或者是那些退休的，或者是还没出去蛋姐，我赶过去。其实台电一直有这个精神，第一线员工就是台湾的光明不能断，所以他们都会拼出去。那为什么拼出去？70几年来，或者是有时候没办法，对不对？老师傅就会教徒弟说我赶你公鬼啊，我几千天就教过你，应该把这个 gas 拿出来，什么什么加上去 ，gas 加上去。他们台电一直有这个文化，而这文化里面就是他们一直非常骄傲地认为台湾的光明是他们带来的。因为呢，当年的时候呢，整个日月潭的明湖电厂是当时台湾还比较是水力发电，但是在整个美国的大轰炸加上日本走的时候把设备给撤走，而且日本当时株式会社还呛了一句话，台湾将会一片漆黑。结果一个东北来的35岁青年，他叫做台电的营业处长，他那时候不是总经理，来到孙玉璇，他是营业处长，一个人来到这边，他找了台北工专的前身，成功大学的学生，400个人。就跟着他爬山涉水，把明潭电厂重新修复，然后重新的把这个电线给接起来。所以8个月后，台湾恢复光明。所以那是台电的一个，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最核心的精神。所以你今天会看到他什么胃痛了，撑在那边，一排人夜间坐在那边，那是台电精神。可是后面回来了，那这样一个精神，他们其实这一段日子，这10-20年来都撑着。但是都撑着之后，他们从来没有怨言。虽然有一个部长叫他们说不爽就不要做，他们还是继续做下去，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荣光。可是这里面就要回来，那现在1000亿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因为又讲是俄乌战争损失了6000亿，10元人，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这些人的痛苦在哪里？在当年的时候，吴敦义冻涨16个月，那个时候整个资本额就已经亏损，被那个整个瑞士信评等从 A+变成了 C， 所以他们后面的贷款，然后维修更新设备，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很多时候变电所又出事情了，设备老旧，然后后面呢又不断的拨补，可是不断的拨补里面有真正的去强化这个电网韧性，强化这个第一线。那现在是很多人都很同情台电，
但是到了我跟你保证，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件事情：你台电亏损，年终奖金你凭什么拿？所以其实今天这样复杂的事情，我只能讲说，现在全面作战，但是真正有人去关心的是台电员工和那第一线的国民，就告诉你，政府的角色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不是在立法院里面或在政治的为了一个大罢免的总动员里面互相的推责任，有谁真正能够？现在真的针对即将面对的台湾人民真正想要的安居乐业，恐怕才会是这2个礼拜最大的变数。现在真的针对即将面对的台湾人民真正想要的安居乐业，恐怕才会是这2个礼拜最大的变数。因为只剩下15天，那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讲的话，那任何一件事情，那个氛围会不会都影响到这些事情？当然你说就算台风走了，因为现在在中南部地区，像刚创下讲，还有一些地方，那包括还在争取复电，那台电的人也非常非常辛苦，基层的这些员工，你看到所有那些的照片排着一排的，包括30几支电杆，所有这些，但现在立法院今天在进行的公法，来吴峥，本来行政院送的那个特别条例4100亿嘛，是这里面包括1000亿的，就是台电拨补这部分。然后国民党内部呢，本来这很复杂，本来昨天就讲说今天到底要不要送这个案子，会不会大家要讨论这些，然后就因为突然一个各让一步说，然后整个看起来国民党内部基层是不是有炸锅？而这一炸锅以后就变成寸土不让，一个寸土不让。今天媒体上后来出现那5400亿，我刚刚是算给观众朋友看了，因为4100亿，他们说那1000亿就是不愿意过，所以把1000亿拿掉。变成3100亿嘛，3100亿再加上2300亿的每个人1万块钱，那个普发1万，整个进去。可是民党这个地方会觉得拿1万块钱跟台电的拨补跟所有这些比较起来，为什么会是拿这个摆在一起？所以现在这整个公法，你们现在态度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啊，我们先从朱立伦这一个转折开始谈起，因为这很关键，就是说。因为朱立伦本来是说各退一步嘛，本来说好这个1000亿也要给了，然后1500亿也要给了，只要把普发现金放进来。但是后来说深蓝整个炸锅，所以现在他就整个转弯了。所以你看得出来，现在如果我们讲说立法院里面特别条例要连结回大罢免结果的话，看起来国民党现在最着重的还是深蓝这块选票，怎么样在最后10几天里面让这些人是开心的，愿意出来投票。可是。我们要去看这里面会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那理性的中间选民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朱立伦一开始会释放出这个讯号呢？因为本来国民党的态度是一路很强硬的嘛，为什么朱立伦会突然讲说啊，这个包含说1500亿这个国土安全韧性要让，这个台电1000亿也可以来让？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美方的压力嘛，但是另外一块，昨天也大家讲的是产业界也有来跟国民党去抗议嘛，就是说如果未来电价我涨了，现在有可能有关税的冲击，现在可能有这个汇损的冲击，那这样雪上加霜对我不利。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吊诡，就是说。传统上我们也认为说产业界跟国民党关系也很好啊，那怎么会国民党的选民到现在他们想要的方向跟产业界是整个背道而驰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呈现出来是说国民党现在已经变成有一点所谓尾巴咬狗的状态，就是他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国民党一直去教育他的选民说，灌输他们的仇恨，但这个仇恨现在已经看起来是有点走太远，偏离方向了。例如说，我们讲台电这1000亿啊，刚刚创下哥也讲到嘛，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听很多了，就是说俄乌战争时期，国际的燃料价格上涨，天然气涨5倍，这个煤涨5倍啊，天然气涨7倍，等等等等，总共台电吸收6000亿，这是一块嘛。对不对？所以过去你吸收成本，第二个要补。那再来是说，很多的蓝营选民现在已经他们被教育了一个观念，就是说，为什么台电会亏损？这都叫做能源政策错误。因为你要发展再生能源，你要发展绿电啊，绿电就很贵啊，很贵，那台电就亏损啊。你民进党自己要去发展绿能，那你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啊，凭什么叫纳税人买单？这是蓝营选民的思维嘛。可是各位，你们要想，各位观众朋友想想看，什么叫做能源政策错误？如果说发展绿能是一个错误能源政策，那正确的能源政策在哪里？如果说不要绿能，那就是说我们台湾如果蓝营选民想要是说靠火力发电跟核能全部撑起来咯。可是你去看2024年总统大选3组总统候选人的能源政策，赖清德主张2030年台湾再生能源要到30%，侯友宜主张2030年台湾再生能源要到27%，柯文哲主张2030年再生能源要到30%，所以基本上大家在再生能源这块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台湾再生能源占现在发电比多少？大概13%。所以就不论你2024年你总统票投给哪一组候选人啊，
大家都认为说台湾的再生能源到2030年要比现在要 double， 最少 double， 可能还要更多。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因为我们民间企业有需要。像我们知道，例如说我们台积电，我们很多出口商现在要符合美国 RE100的规范。我说我苹果未来做个手机，我要跟消费者标榜我的手机全部是再生能源自生产出来的。那这些新闻大家都可以去看嘛。是不是台积电也公开跟政府喊话？你绿电有多少，我买多少。我们不够绿电，你给我更多绿电。所以那既然这是一个国家共同的需求，那怎么会是说错误的能源政策呢？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国民党有点被他们一直这种渲染仇恨的叙事带太远了，导致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回应产业的心声嘛这一块。那再来我们讲说普发现金这个事情啊。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是需要好好讨论清楚，因为发现金，当然我相信大家都开心，对很多朋友大家都会很开心了。可问题是说，为什么我们人类社会可以持续进步？其实是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学到教训嘛。那这一次国民党要普发这个现金，一人发1万哦。很多人会拿过去台湾历史上有过几次类似的政策来比较，例如说马英九时期金融海啸有发消费券啊，然后这个民进党执政时期有3倍券、5倍券。可是这一次跟过去的差别是什么？就过去不论是马英九发消费券，然后蔡英文、民进党发这个3倍券、5倍券，都是在所谓的金融海啸的时期哦，08年金融海啸，然后2000年疫情。2003发3倍券，然后2021年也是疫情，发5倍券，都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经济出现一个海浪式的冲击，我们陷入这种通缩的危机，整个流动性的危机，所以要赶快这个把发现金拿出来。这以个人的经验来讲，就好像说我现在手头紧周转不灵所以是不是借钱来掉头寸一下？可问题是，大家看我们现在当然面临关税的这个冲击，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可是我们现在台湾或者说全球现在是在一个经济危机里面吗？现在美股是全部4大指数来到历史最高点哦。我们台湾现在台股加权指数在22000点，距离历史最高点24000点其实也很近哦，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整体经济上也没有出现所谓通货紧缩的危机，整个我们经济现在还在正向发展的时候，你就决定要透过举债的方式来发现金给选民，那这个不叫做借钱过难关，这个更像是说借钱来享乐。那这件事情其实会让我蛮忧心的事情是说，这等于是开一个先例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说，国民党现在为了政治的需求要举债发现金嘛，因为他要面临大罢免，他想要讨好选民。可是那万一此例一开，以后大家发成习惯了，以后会不会每一次立法院快要大选了，快要投票，我要拼连任了，来发下现金2026年、2030年要选市长了，来发下现金。那这样一直发下去以后，对台湾的财政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政策买票一时爽但是一直发下去，你可能是要造成整个国家付出长远的代价。那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去开这样一个先例，未来鼓励政客们，大家都想要讨好选民，就把国库拿出来，就国债举下去吗？这其实对台湾是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吴峥刚刚论述的这些过程，小平，我们把一样分这2块嘛，对，一个就是普发现金这一块，对，吴峥刚才字里行间特别强调一个叫政策买票，然后就只是买票要救大罢免。国民党现在思维是这个样子吗？第二个，刚才讲到台电这1000亿拨补这一部分，因为刚好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很不幸，因为南部尤其碰到这次的风灾的这样一些情形，当你看到台电人在抢救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鲜少有人会把这之间像创夏刚才把它切的这么细去讨论所有的过程。可是你只要看到台电基层人员这么辛苦，这1000亿的拨补，然后再加上民进党朋友间接也告诉你说，你有什么道理不让他们拨补这个当一摆在一起的时候，那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愿意拨补这一块，会不会造成包括刚刚讲到对有一些的民众心里面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对你们来说，还有那个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法条案？各退一步到所谓的寸土不让，这中间为什么那不到24小时？我就尝试着我去打听的消息，法条案怎么走？对，我先讲民进党真的没有那么光明正大了。我不要说他卑鄙，我就这样，因为你讲了不是，你就是讲话术。你看那个李什么李议员，那个新北市那个李新北市然后他说这糟糕，为了要反罢免不是2个消防员对就溺毙了
然后就可以就说啊，你看侯友宜糟糕，公家施压，其实干部发的不是市政府发的，然后写馒头，他为了上新闻，然后多坏，那义消多可怜。大家都知道义消、义警、民防以及这个什么同乡会哈，反正干部发蓝绿都去了，去也不是支持你，就是反正就是冲人场嘛。这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搞了20-30年的议员这个事情。然后台电哦，辛不辛苦？辛苦，断了2300根的那个电杆啊。然后这个就可以跟1000亿扯上关系。因为碰到天灾，因为没有这样子转向的，就完全没有护国神山碰到的，直接从沿海这样搞，这样倒。就倒的话，国民党不会怪他们，就赶快救，辛苦嘛。然后就可以讲，倒掉是花掉了1000亿里面的300亿还是500亿，完全不谈这个数字就倒了。然后你还要发1万，那你还要这个1000亿万，你还要砍啊，干嘛？他就和在一起，听起来有道理，其实是没有道理。我必须要在面对面讲一下了哈。啊，这个先讲这个1000亿的事情。好，朱立伦呐，讲到法夹湾，朱立伦压力大不大？大。我跟你讲哦。我们现在没有执政了，我们最大的权力机构是不是立法院立院党团52席？当然是嘛。朱立伦党主席 VS， 而且他不是总统哦，他也不是现任的6都哦，不像卢秀燕做主席，你知道那个还比较有，你知道有背景，你知道有当主席啊？不，我说比喻的6都，他毕竟有一个市长的身份，有底气在，他有资源嘛，还有个光环，还有个地盘，你知道那对派系啊谈啊什么都好谈。朱立伦就是。林涛大头，徐宇珍，对，就朱立伦，你知道他没有公职，很难做。我在你节目帮他讲一下话，很辛苦。好，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甘冒大不讳？那为什么我们1000亿我们要去挡他，要砍他，就要冻结他？因为我们认为还是要不能说你绿能去做，跟绿能的弊案你要去查，那你也不能绿能从现在10几希望搞到30，不管5年后10年后。那这个是侯友宜的政见，我知道以核养绿嘛，所以天下事不是零和游戏，就是你这边要砍成0嘛，以核能这是最便宜，然后最稳定的这个电网，那这边是最不可靠、最贵的。不是绿能要发展哈，也是趋势，核能恢复也是趋势，世界上。对，小片，你刚还没有讲到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从头到尾坚持，我就是要砍掉那1000亿。现在的问题是，礼拜3的中常会突然出来一个新闻是说，那大家各让一步吧，1500亿的任性预算，然后包括1000亿的台电我让你过，2300亿的那个普发1万，那大家各取所需。结果不到24小时，突然之间说深蓝炸锅或什么？如果有法，为什么要？如果有法夹湾，他一定有想法，会改变，对不对？有没有那个法夹湾啊？有没有那个法夹湾？我认为有转折啦，有转折啦。我跟你讲啦，很简单。等一下啦，我帮你问了，上峰有没有那个法夹湾？有。我跟你讲啦，很简单。我等一下啦，我帮你问了，上峰有没有那个法夹湾？有。我只是先帮你问一下，我比较和缓讲转折，好不好？第一个，现在看起来有点起色了。请问对于中间选民，这个1000亿如果就放行的话，是不是比较不会油电双涨？是不是对国民党比较不会被罢？我认为是有帮助的，这第一个。好，第二个。这些这个商业团体、中小企业，他们要经历什么事？14%的汇损嘛，刚刚上下讲的嘛。啊，第二个，可能谈到20%嘛，15%算你厉害，20%算输嘛，10%算你去给你鼓掌嘛。那不知道，现在还在谈。那如果再加20好了，那就34，再加油电双涨，那就40嘞。突然这个那个成本多40%，那这些中小企业干嘛？他就跟陈情嘛，找朱立伦，我觉得这人之常情。朱立伦也有感受到压力，他认为这样做可能也没有多坏。同时，1万块我顺便要绑起来讲，为什么？1万块是重要的。最后你看你们裁员谈看嘛，像你们不要发，我们要发1万，就2300亿，然后民众党6000的话就1000多亿，那有个折中数，因为我们 M 型的社会总数的经济发展是好的，苦的会更苦。富者可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你信不信？整个大关税这样下来以后，所以救人，让人民过个基本的水平，我觉得也是重要的。特别欧巴桑买个高丽菜，万物皆涨，不是？我觉得可以谈。我讲话不会那么决绝，大家都可以谈。可是我是说1万，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只救我们的罢免的行情。小平，我这样问好了。
如果不管任何一个政策，就是坚持走到底，你要顾深蓝的也好，你要抓中间选民都好，一定有一个方向。但是本来国民党对于1000亿的立场，大家都知道，就是觉得那因为你能源政策的问题啊，我不应该要拨补这些。那我说，突然在礼拜三那个转折，这个转折当然有人讲说跟党团三长是不是大概也聊过，可是后来出来的新闻是，几乎那国民党要被罢的那些委员，有很多甚或有人是直接出来公开在那讲。所以回到那这个转折总是应该先沟通这样。朱立伦跟党团三长商量嘛。党团三长也有小弟小妹也有去讲一下，你确定有商量吗？啊，我听到的版本就是有跟他聊过嘛，聊过嘛？你确定有聊过吗？对，好，我听到的版本。等下上公讲上公的，好，人家只在好。那结果呢？结果他当然也不是每个52个都去讲，比较近的好讲了以后，那个这个出来以后，这个就群主就炸锅了嘛。然后我们党团自主性就出来，有人就很决绝的，就是深蓝的。是啊，然后党团干部也不好处理嘛。那朱也只能收手，不，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谈过，但他没有跟52个谈过，他没有广而告知每一个人。我希望可不可以我这样转折，因为中小企业来找我，对罢免有帮助等等，比较温和的、比较中间鸽派的走法。那后来是撑不住这个压力了，我觉得是这样子了。不好，来上公，解密一下中间那个过程，为什么？因为这个政策的决定与否，它牵涉到只剩15天嘛。那大家都知道，这次的大罢免里面，刚才其实包括吴镇宇有提到，大家现在有一个想法，你最起码要各自巩固自己的支持群嘛，中间选民能不能拉得到，多拉一票是一票。所以对于蓝营来讲的话，一个要巩固自己的支持群，再来希望跟白营之间的合作，所有这些，你在推任何一个政策或想法，应该都是这个大原则往下走。但怎么会一个出来以后，是最基本那24席，国民党如果那24席随便有哪一席闪失，那都可能影响到在立法院未来攻防，所以怎么可能这么重要一块，你们大家到时候反成这样，我前面做的决策你完全不知道吗？这样讲啊，你看昨天啊，昨天上午的时候，朱立伦邀集了傅昆萁、王文文、洪孟凯他们在杭州南路那一边的智库里面开会。开会的结论是等关税出来以后再处理。好。那如果跟三长都谈完了，为什么要开这个会？第一个，好。那中常会后，大约在3点多，在4点的时候，党中央突然联络了党团，跟党团要什么？行政院版本，说要看文字怎么写，4100亿的那个行政院版本，对。那请问一下，有谈过吗？为什么要版本？第三个。大约在4点左右，大约在3点多4点左右，傅昆萁星期三中常会后，傅昆萁打了通电话进党中央，大概是主席办公室，是跟副秘书长还是朱立伦我不知道，询问怎么回事，主席在上面讲的话。到底是什么状况？怎么回事？我请问一下，有谈过吗？有谈过，我讲得很清楚哦。星期三，大概3点多4点，傅昆萁打电话到党中央问怎么回事，有谈过需要打这通电话问怎么回事吗？有吗？所以你从这一些脉络一直到10号，然后今天。为什么又突然翻盘？在智库里面说等关税出来，为什么今天又翻盘？党团大会决定，听说了，目前为止听说没有一个干部在党团会议里面说要暂缓的。没有干部说那跟朱立伦开完会说要暂缓，党团大会听说里面的人现在传出来是说没有啊，没有干部说要暂缓。那这些干部跟朱立伦开会开什么意思的？开什么意思了？那所以党团内部就说1万块要照发，1万块要照发，所以他们的版本也出来了，修订版本也出来了，5450亿啊，有5450亿，他出来了，他版本数字出来了，他版本数字里面出来，当然他把因为行政院本来列10项，他只是把第10项里面的第7款里面补助那个挹注台电啊，那个健保跟那个劳工保险里面把台电拿掉，
增加第11款就是普发1万块，2300，这是他们的修正版。那最终他们定的金额，匡列的金额是5450亿，5450亿，他们版本出来了哈。那当然，你当初就说最关键的一件事，有没有跟民众党谈好？其实这是最关键的事嘛，因为我现在罢免，我蓝白要合嘛，我要白的不要嘛，我总不能没谈好，又在今天在院会里面表决的时候是民众党一条路，国民党一条路，先在立法院就分裂了。有谈好吗？但你看今天里面现阶段立法院反正就很奇怪啦，反正他程序委员会开完会以后，他都议程都保留了，送院会去做最终决定议程嘛。所以今天民进党提一个版本，民众党提一个版本那否决了民进党版本，支持了民众党的版本。民众党把特别条例摆在第一案，从最后一案拉到第一案，确定他的议程。那确定议程，而且大家讲好，今天下午5点开始表决。那是这一段时间两党要谈呢，还是已经谈好了？不知道。不知道。你说蓝白如果说5点要表决，你议程又是这样安排，通过民众党的版本，那换言之，要么有一定共识，要么就是趁这一段时间他们要谈。那谈的关键，你台电拿掉了嘛？两党基本上台电都不要嘛。好，那台电没有争议。现在是那个1500亿的那个国土韧性，还有民众党版本是6000，国民党的是1万。现在就变成这3项，国民党跟民众党到底谈得下来，谈不下来。那你说民众党的议程草案？从最后一案把它拉到第一案，经过表决确定，国民两党表决确定。那换言之，他们是有一定共识嘛 ？OK，而且又讲好5点表决。5点表决，搞不好又有一个新的版本，叫做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共同提案版本嘛。就谈好了以后又折中。现在国民党的修正版本是出来了嘛，5450亿嘛。现在到底？后面怎么样？当然，大家又说好5点要表决嘛。那如果谈不好，具体的内容谈不好，我相信应该会延到那个下礼拜2啦。因为521次会嘛，延嘛。如果谈好，搞不好今天真的会可能表决。如果要是真的这样在做表决的话，大家都知道，离7月26号投票只剩下15天的时间。动辄都可能会影响到，尤其是现在来讲的话，基本盘如果要有一点松动的话，大概对于尤其国民党那24席的委员来讲的话，大概都会觉得你一个东西一个政策的决定影响到我的稳定或是我的未来，那当然一定会跟你翻盘。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来清华，这一段朱立伦后来有讲，媒体上面说外界误导放行台电1000亿的拨补，国民党说严重错误解读。朱立伦说对于台电1000亿补助的立场没有改变。谈都不用谈，寸步不让，绝无改变，根本没有谈到这些事，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谣言从何而来。也就是说，礼拜3中常会以后，一直到礼拜4上午中间那些，不知道哪一些人去放了这些的谣言。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时候只剩15天，各取所需。也就是国民党一定评估过，如果发不管1万或刚刚讲民众党本来是6000，今天表决不知道那个版本会是多少，但至少。当现金普发到民众手上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评估过？对于26号投票拿到钱，你总是开心一点嘛？不管民进党说有没有政策买票，这是他们评估过真的最有利的一部分，所以一定要这时候让他过。但是台电那1000亿，如果朱立伦说是谣言，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谣言？如果中间真的像来宾讲的有那个转折，就表示朱立伦他在想，就算台电1000亿过。没有这么严重吧？对于我们这整个罢免之间，民众的反应应该不会反弹，对吧？就只是失算，没想到反弹这么大。反弹当然很大，而且这个空穴来风跟真有其事。你看我刚刚跟义夫哥，我们都选择在真有其事那一端啊。那为什么这样讲？这党政消息嘛，常常都是先放话完了之后再否认嘛。但是最原始的源头是从哪里出来的？这个查得到的嘛。所以最原始的源头哈，我告诉大家，
当天呐，就礼拜3、礼拜4的时候呢，有至少3篇的新闻，同样都描述一件事情。第一个，这个朱立伦看起来呢，这个有各退一步这个说法出来了。不但有各退一步的说法出来呢，同时还有其他篇的报道呢，特别强调我讲一次特别强调朱立伦的各退一步的做法是希望往中间靠拢。特别强调我讲一次特别强调朱立伦的各退一步的做法是希望往中间靠拢。当时是有这篇新闻跟评论出来的那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往中间靠拢，可能是朱立伦认为说要把国民党稍微再拉回来一点，不要一直都是往极端同温层在走嘛。因为你在大罢免催票的过程里面，很容易就是一直往极端的同温层在催票，所以看起来朱立伦希望往回拉一点。所以呢，看起来是往回拉的这个想法失败了，遇到反弹了，然后呢又被拉回去了。那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给大家看原始的新闻呢，这2篇对照一下，你就会发现很有趣这一开始呢是等于是风传媒这边丢出来的独家啦，他呢用幕后的方式写啦。那写稿的记者在写这一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这个朱立伦各出招各退一步把球丢给绿营他讲的是球丢给绿营就是他这一篇新闻后来这个发展的状况，让大家发现原来球是那这篇里面有没有写到侧风向3个字？对，有写有，然后后面呢，这个我们把关键里面的精华部分再截取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球其实到最后还没有丢到绿营那一边，就膛炸在蓝营这边了啦。所以呢，你可以发现这个标题下得非常的有玄机本来是朱立伦认为这个招看起来是球这个各退一步，球打出去了。这个球就会回到绿营身上去，就看起来是在蓝营这边就先膛炸了嘛。可是这篇新闻里面有一段很有玄机的部分是这一段你注意看这一段，你觉得是谁会去讲这个话嘛？看是柯建铭柯总统讲这个话，还是国民党的高层去讲这个话嘛？这一段的内容是这样讲他说，由于本周5这个要再度闯关，所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定调各退一步。党内人士说，国民党愿意支持4100亿预算。我再强调一次这篇内容讲的是4100亿预算，不是3100亿的版本内容还强调4100亿就包含了台电的1000亿，包含台电，而且它不但包含台电，它还强调说有2个附带条件。它的里面叙述2个附带条件，第一个，这个朱立伦如果说的要把朱立伦说的普发1万块把它列入，然后第二个，拨补台电之后，台电要承诺未来3年绝不涨电费，未来就看绿营如何接球。那你看。他都讲到就是要普发1万，讲到要答应说3年绝不涨电费。那请问这个球是谁抛出来的嘛？在同一篇新闻里面还提到一件事呢。这篇新闻不是只有提到这里这篇新闻同时还谈到说，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接受到很多的这个企业呢，认为说在这一波里面又是汇率的损失啦，然后又是面对到关税的不确定性啦，然后又面对到电价的状况，中小企业都很不好过所以要替他们多想一想这也是同一篇新闻里面描述到的状况。那我请问你，这一段的内容，你觉得是来自于哪里嘛？所以借我一下，党政人士朱立伦的人马讲的OK 人民我就暂不讲朱立伦的人马讲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从这篇新闻里面，你就会从关键字就会发现，这个一开始4100亿，这是朱立伦自己愿意要放的版本。所以我们给大家看原始的版本呢，这个今天讲5400亿错，第一时间朱立伦要的是6400亿这个版本。那为什么是6400亿的版本？来，这张图给各位看这张图4100亿是这个行政院所提出来的版本是包含所谓的经济韧性也就是说这个中小企业啦，这个去贷款的时候要补贴啦，然后他们遇到这个贸易的状况，替他们争取订单啦，这一些这是属于这经济韧性的部分。社会支持的部分就包括挹注这个健保基金，然后拨补劳保基金跟挹注台电在内，这些都是在社会支持的部分。下面才有国土安全韧性的1500亿，然后呢，这些加起来是4100亿所以刚刚新闻里面是不是提到幕后朱立伦可以支持4100亿的版本？只是你要答应那个以普发1万块这件事情，所以普发1万块等于加2300亿，所以加上去之后，最后国民党朱立伦要的是6400亿这个版本。所以等于说这整件事情有没有过这样的转折？当然有转折嘛。那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是因为来这篇新闻你注意看发完之后没有多久的时间7月9号礼拜3的时候晚上11点11分的时候，这一篇幕后独家发出来了。到了7月10号的时候中午就差不多12点13分的时候，马上出来由林涛来告诉大家说，台电1000亿的补助寸步不让
所以你看前后这2个新闻呢发的时间呢，真的相差时间12个小时的时间，从礼拜3的晚上11点11分，然后到礼拜4的中午12点13分，相差13个小时，然后就告诉你说国民党现在寸步不让，所以肯定是13个小时之内，国民党或是朱立伦感受到了什么压力，然后最后决定这件事情改成立场要踩在寸步不让嘛。所以这件事情是有转折的嘛。然后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整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讨论到太复杂的电价的问题啦，只是纯粹在告诉大家说这个电价的问题啊，说实话。这个1000亿要不要补贴？你可以至少我们今天确定2件事实啦。第一个，这个电价你不补贴的话，至少工总跟台湾的工商团体在抗议，这是事实。台积电也告诉你说，今年的电价如果上涨的话，会吃掉它1%到2%的获利。那这是台积电哦。那你要想想看，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哦，一年它出口可能就是200万美金，就这样订单来讲。这样的电价跟关税以及汇率的损失，你觉得如果我们讲说3座大山同时压下来的话，会有多少中小企业被压垮？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当你这个台电的1000亿的这个补助被拿出来的时候，拨补被拿出来到台面上的时候，那个其实对企业来说是真实的压力哦。最后我讲一件事哈，就是说从年初到现在啦。电费的题目跟这个普发1万块这个题目，2个题目都被打成政治性的题目啦。怎么说呢？台电的拨补1000亿不是不能讨论的题目，但是到后来蓝营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坚持采反对的立场，所以到后面哦，你看哦，国民党反对蓝白反对这个拨补1000亿的事情是在关税战以前哦，关税战以后，我就很想问一件事：蓝白国民党跟民众党。关税战以后，你们还真的认为说这电价的部分真的不能去拨补这1000亿吗？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普发这个1万块也是这样的事情哦。这个普发现金1万块，2300亿的支出，从一开始就被定调成说是国民党为了对抗反罢选的时候被端出来的。但是你们现在也看到了，关税战之后。会有哪些企业被冲击的有多深？到现在台湾都还没有开讲出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知道台湾会需要多少预算去面对关税战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你还能够喊出来说，我们台湾就是要把2300亿丢出去做普发现金这件事吗？恐怕哦，在关税战之后呢，很多在这之前所打的政治筹码或是政治牌，到关税战之后，大家都必须要重新再做思考了。OK， 因为吴峥待会有时间的关系，那吴峥我就先请问你一个问题。刚才讲到这些，包括蓝白之间的合作，包括蓝营自己中央跟党团之间这些，动辄大家在讨论，其实重点都摆在会不会影响到26号那个投票之间那个氛围的影响。同样的问题，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包括绿营跟罢团之间，绿营跟罢团之间的合作。某种程度也会3不5时有一些新闻出来，所以你们对于跟罢团之间的合作，未来剩下15天，你们要怎么样去真的叫做跟公民同行？你们内部有评估，因为每一次媒体都会有说什么锁定5个狙杀的名单啦，然后要不然就是几加几席啦，类似这些，你们里面或是说你们真的有定什么叫首恶名单，有这样一些的吗？那除了这个以外，今天媒体上像曹先生总统府是证实说他请辞那个国土防卫任性的顾问，那当然有人就讲说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有传出他跟有中国大陆人士交往，类似这些，然后他是被除名的吗？这样一些新闻。而曹先生先生在这一次整个大罢免里面不可讳言，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我先回应一下曹兴诚这个新闻，因为我刚刚其实也有问特别跟府再确认一下，其实就跟他们新闻稿发的一样了，就是说曹兴诚其实因为主要是520到了，那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委员会是1年1聘了，所以其实现在是过了1年要再重新再聘的时候，那这一次是曹兴诚先生他主动来表达他不续任了。对，那他自己也有在这个声明也有提到说他会把他重心继续放在民间推广这个社会韧性啦，这个一些社会上活动。但我想其实就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整个主题大罢免，大家可以看到曹兴诚董事长在整个大罢免角色面非常的吃重了。那现在很多罢团也跟他这边有在这个反共护台联盟相合作，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单纯是他把更多重心就是在转到民间这个平台上面。那讲回来了，我觉得就整个726情势，我接着刚刚我们大家讨论的方向，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说，就是说蓝营这个转折，因为就是朱立伦显然刚刚包含小平哥提到说，他其实觉得说去各退一步是对国民党的罢免是正面的，可以消解仇恨值。
可是国民党的立委可能又觉得说你这样害了我，我们就是要抗到底，对我罢免才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反映出来是说对罢免局势的2种判断。那我就想到，其实王宏威他是国民党现在的书记长嘛，那也是一个现在重要指标的被罢免的。他很早就主张一定要热战到底，因为还在2届的时候他就说，我一定是2届一定会过的，一定要热战。好，到了3届的时候，他一直喊话要热战，要热战。所以在民进党立场，其实我会觉得说，如果朱立伦战略思考，我会觉得他是聪明的，因为一方面他让这个国土安全韧性过，让台电过，他降低仇恨值嘛，减少我们的打点。那一方面他用这个普发现金去收买人心。可是显然对国民党立委来说，觉得这个中间选民现在已经处理太晚了。我重点是我的726，我的基本盘要全部出来。那所以我726最后到底会投票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现在还难判断，但是已经可以看到最后2个礼拜一定是全面朝升温走，最后一定越来越热，因为国民党已经不要走回头路了，他们已经把降低仇恨值这个路线封杀了，所以现在就是两边热战下去。好，所以回到武哥刚刚问的问题，说那民党接下来最后怎么做？那大家当然都会一直在讲说，民党有没有锁定？是啊，什么首恶啊，或什么几个举杀名单啊？对，我这边也要跟大家讲，其实没有所谓这样的一个名单啊，你硬要讲的话。我们真的视为重中之重了，其实是傅昆萁。OK， 这个包含说我们现在也是真的是党部有一组人马在花莲来特别专程支援。那这主要是因为傅昆萁当然包含他是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党团总召嘛，他要对过去1年来整个立法院乱象负最大责任，但这不是去估说几席。那为什么我们不去抓这个所谓说精准罢免几席？其实是因为其实最后2个礼拜重点你还是整个大的局势要热起来。因为如果你真的去估几席的话，坦白说，这么多罢团一路千辛万苦走过来，好不容易拼到31-0，然后第一阶段24个区要去投票。那你说，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国民党说我们就是抓8席，我们就抓10席，那很多这些罢区的罢团志工，他们心里会怎么想？我这样到底是还要搞不搞？我要不要继续努力的上街站路口？要不要继续把整个大罢免的事吹热？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每一区是不可分割的啦。其实以最直接的政党的角度来讲。这些所有这一次出来参与大罢免运动的这些公民朋友们，这些也是民进党我们希望可以去争取的支持者所以我们怎么会去在投票前就把它切说你这区重要，你这区不重要呢？所以在最后这个阶段，其实你也看到了，因为包含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媒体报道出来国民党内部觉得说现在只有3区会过只有2区会过稳了。其实这个就是想要让罢免方的士气降低嘛，觉得这个好像不行了。所以我觉得最后其实这2个礼拜，其实大家就是在比啦，谁最能把这个罢免方，不论是罢免方或反罢免方，自己人的士气很热，然后对方的士气降低。所以民进党包含我们今天这个整个护国大绕境已经恢复了然后周末会举办造势活动各个大大小小的活动，然后这个机车这个扫街等等其实我们最后就是要大方向就是透过绵密的陆战跟造势去把整个大罢免气势在7月26号冲到最高。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你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那在现场呢，我们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洪建义加入我们的现场，来欢迎建义。武哥，大家好。好 ，OK， 来，董好，请问一下，我们刚刚前面就讲好了，现在已经剩15天，方方面面那眉眉嘎嘎的都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那对很多，尤其国民党那24席要在第一阶段面临到罢免的这些委员来讲，我不寄望党中央你在这方面能够帮我很多忙，就好像我在前线打仗的部队，你是后面的重炮部队。如果你没有这么精准的打到对方也就算了，但你的票不要那个精准度打到自己的防区，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个大伤嘛。所以为什么终究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的转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尤其在过程当中，可能随便哪一个人讲的话，也许不是党中央，也不是这些，而是一般被划归成跟你们比较友好的人。譬如说，像前几天有一个退将就直讲说，这次台风就在南部，然后就是赖清德本命区。你知道，风灾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大家在台湾都要学着跟台风共处，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讲这一段，对于尤其要面临罢免委员来讲，那个氛围是加分还是减分？我不寄望你当神队友，但你最起码不要因此帮我扯后腿，
或是因此让我失分吧？你觉得评估这些，包括刚前面讲的国民党中央的作为，包括刚讲到退将这些，未来会有什么影响？政大选研中心前阵子公布他在6月的一个调查，有好几个图，其中有一个图是政党支持度，简单讲4321，大概38了哈，我直接把它算4 ，OK， 是没有固定要支持谁，民进党拿到超过30%，国民党18.9，我算20 ，OK。台湾民众党10.6，我就算4321，蓝白加起来大约等于一个民进党的支持度，谁决定胜负？那40%的人，那你回来看立法院这几天的表现，还有那位退役的少将，那仇恨会蒙蔽掉很多东西，这就是仇恨，蓝绿白三方都动过仇恨。所以你会承担仇恨动员的后果。我们这个时候我用比较民俗一点的讲法，这是因果。我刚才其实一直很想讲那个1万块的事情。我不是跟大家讲说1万块要不要啊，你爽不爽啊？如果这1万块真的过的话，我们家最起码7万。我就跟你讲嘛，我们家连刚出生的 baby 现在快要2岁嘛。我们家最起码起跳就7万块。我也讲一个我们家的故事。在郑永金，国民党在新竹县的长期执政呢，是从郑永金开始。郑永金的选举有一招很好用，我们的老人年金是3000块。郑永金那时候要打败林光华，加3000，也就新竹县呢投郑永金的，可以一个月可以拿6000，6000乘以12个月，你算了多少？那一票买的漂亮吧？买了8年，他连任。买完了，郑永金买完的时候换谁买？邱进纯。可是邱进纯那一任的时候出事情，没钱了，就开始设条件，要排富啊，要干嘛？你知道新竹县你会觉得它是个很穷的地方吗？新竹县那个高铁特区有很多，因为从化嘛，就很多那个政府的地，那个算什么底费地吗？还是算什么？就拿去卖，你知道吗？那每一块地是几十亿在卖。卖完，在郑永金还是邱进纯那一任的时候，我确切的数字我没把握哈，大概是500亿啊，欠500亿。那后来那个3000块还有再发吗？就没有发了。爽不爽？领了8年还9年，我跟你讲一定很爽。后来新竹县开始要还钱嘛，要还债嘛，你知道还多久？还了快2任的县长，因为邱进纯当选了嘛，他接郑永金后面当选了嘛，开始没钱了，就不能花那么多，所以要东扣西扣。邱进纯8年当完，现在杨文科8年也快当完了。我们新竹县终于，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平均负债是多少？1万块。大概不到100亿吧。那新竹县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很多人骑个摩托车、开车要进竹科啊，不是9竹科哦，我们还有湖口还有湖口工业区哦。这个只要是新竹的在这几个工业区、科学园区上班的，塞车应该都塞过嘛哈，那就继续塞啊。选县长的时候不是都开支票吗？要轻轨吗？杨文科当县长的时候说我没急，全额要中央全额补贴。那因为还有土地征收什么的嘛。我跟你讲，说我们新竹县用了2任县长，因为杨科快要卸任了，他把500亿的债务可能降到现在可能是100亿。我只知道甚至可能不到100亿，因为现在平均新竹县就50-60万人口吧，因为我们2个立委选区应该不到100亿的，对不起，因为平均是1万块。就是他的负债应该就是在了不起60亿吧。
应该这个时候有钱投资改善交通嘛，不要全部要中央的，你去算啊，发一个1万块爽不爽？我跟你讲，是很爽啊，2300亿啊，不是花你的钱了。选举的时候会怎么样？下一次就不是1万，下一次会15000或者12000，然后再下一次呢，遇到事情的时候，有一天会搞到2万，就你会领得很爽啊，但是谁要来还这笔钱呢？我不知道。那这几年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搞？我必须讲，因为蔡英文的那8年算是不错，就股票的那个交易税收的多嘛，企业出口缴的税也多嘛，房地产大家在抱怨房价的同时，另外一面就告诉你房地产的交易、土地增值税也多嘛，那你要保佑哦，你要保佑这3项都是正的哦，而且每年都很多。谁敢保证？好，那你回来看国民党，国民党是2度执政嘛，我就看到国民党在报仇啊，就是在报仇啊。那1000亿，台电，眼前，川普的关税也不知道是多少你不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你要报仇，你报什么仇？你报民进党的能源政务错误。你为了要搞民进党，你会先搞垮中小企业。烘焙业这些不是每个都出口的。我这个月刚缴的电价，我们家2个人就搞掉3000块。我还是家庭用电做生意的、烘焙的、小吃的。你要报复民进党，你也不要搞到一般的人啊。因为我没有看到国民党讲个道理出来，国民党到底讲什么道理？那1000亿，你都舍得花2300亿下去买票了，你舍不得帮大家一个忙，把电价稍微搞得稳定一点。可是东豪，你刚刚讲到仇恨值这一块，对国民党现在来讲的话，最快的方式能够巩固基本盘，是不是就是用所谓的，包括你刚刚讲退将的那番的言论，他是不是也是仇恨值延烧出来的一环？包括把赖清德，他就是讲给他自己的人爽。因为你注意这段时间，因为罢免的事情，街头冲突会慢慢升高。那个情绪在酝酿。所以最后谁能够阻止这一切？那38%的人，就是那38%的人决定。否则未来会怎么样？我真的难以想象。我不是讲民进党都对，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讨论民进党。这1年了，你真的觉得现在的国民党正常吗？国民党现在不正常，他是生病的。所以，我们让国民党变成要制衡民进党啊，是要监督民进党啊。但是这像制衡吗？是像监督吗？如果东豪刚刚讲国民党正常吗？小平，国民党在这1整年当中，包括尤其到了最后大罢免要投票这段期间，那个仇恨牌基本上就是要打得越凶，越能够巩固嘛。如果到东豪刚讲那38%，也就将近40%啦，就是我们常讲的中间选民的那一块。可是现在大部分人都说巩固基本盘恐怕大于现在去抢中间盘，可是巩固基本盘就一定要走所谓仇恨值这一块嘛？这2天包括媒体上讲，赖清德总统就说教材像什么试读中国大陆啊，类似这些。可是你们会觉得说那个就是又在搞所谓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这个会在这次的过程当中会发酵吗？朱立伦的想法比较中间，然后国民党的党团跟赖清德我觉得。右边更右，左边更左。好，我先讲赖清德。赖清德在继这个内政部长讲出一边一国之后那就公然搞几乎是法理台独了只差没修宪把修成台湾共和国了。这是一个大的机会，但国民党应该把握。我讲了很多次，国民党都没有特别把握那现在又深化所谓的台独部长、教育部长，这个叫做郑英耀，他本来就很独啦，可是他变成除了课纲以外，教材也要放进去认识大陆。也要放进去教材，老师也要教。虽然嘴巴讲说老师不教不会处分，可是，我跟你讲，有规定就会去教啦，因为没有人会去，老师还是乖乖的嘛所以国家认同跟视读大陆，就让年轻人、学子年轻人知道大陆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也是在推动
往更左边走的台独啦，就是国家认同。他国家认同不会特别讲那种中华民国，我觉得大家都在做切香肠的意识形态的工作，所以他一直往左边走。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国民党我喘一口气，是因为他讲的所谓的那个团结集10讲，那讲了5、6讲不讲了，4讲就没讲，4讲还对，然后后面不讲了，不管。然后那你以为赖清德是不懂政治啊？没有人不懂政治，都当到总统了，因为他担心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讲？除了他爱讲以外在国家积极推动，这很重要，因为想做的事还是很重要。第二个是他没有把握。特别是桃园这种区啊，这种深蓝区，他没有把握一定有25因为有2个条件，一个25，一个是比过了25票，国民党多1票才对。所以现在是不是呈现？因为有点无以为继，因为空窗期挺长的。好，然后呢，他一定要先确保25，你知道这个才有下一步嘛。那有些特别热战，我觉得说，像台北有些变化。那赖士葆的区一定有25吗？李彦秀一定有吗？我认为这个王宏威跟徐小青比较会有，我觉得很可能会有嘛。所以每天都在变，你知道选举是这样哈，最怕尘归尘，土归土，一切正常投票率不高。请问你，2008是不是总统跟立委脱钩选？投票只有6成哦，总统7、8成哦。6成是正常的立委，叫选贤与能。我时间到了，我4年投1次哦。单一席次2票制还挺新鲜，还有不分区，还有区域等等。请问罢免案比较正常，还是正常单独选立委比较正常？是单独选立委比较正常哦。所以而且大家不爱投票已经变成，所以这个赖清德一定要推出25%基本盘，怕一切就镜花水尽，你知道就没有25搞什么好。所以他认为我确保了25以后，我就立于不败之地，这是赖清德的逻辑。所以他认为我确保了25以后，我就立于不败之地，这是赖清德的逻辑。那他也想推动，他认为推动也足以巩固让独派的25票入柜。好，那我们的党团认为说，这个神主牌我们要发展核能，绿人都会搞贪污乱搞，然后1000亿，然后就给你冻结1000亿，当然被骂。为什么这样做？那是一个政党的基本反核拥核的意识形态。那个叫做神主牌。现在是神主牌大战神主牌，现在是这个概念哦。所以大家，我们也要票推出来，他们也要确保25有了以后，再比26、27、28这样比下去。所以大家一切其实心都有点虚，一切要往右边走，左边走，做有把握的事，先过基本盘，再谈下一步。因为其实2个礼拜还很久，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继续走下去。看起来，那大家想什么？有个共同逻辑啊，我深蓝深绿，我去动员，我投票率我们希望控制在50到55，因为超过6成。怕年轻人群凿而出。那如果只有40到45，那表示他们到达25，我们就等死。因为我们就是22，就死翘翘。所以大家各有盘算，各有逻辑。那大家目前心思还没有看到那个比较没有看到38%未表态能出来投多少。OK， 建议你自己的感受呢？就真的现在有一点感觉上熄火的那个味道吗？是这样吗？那对罢团来讲，辛苦了这么久，那在最后这一阵要怎么样能够催出？刚刚如果照小明这样讲的话，是赖清德总统想尽办法要用各种方式催出那25%，胜过了。我们刚刚讲仇恨多元，对你们来说，现在也是要打这个牌才能够催出25%吗？小平所说的赖清德要催出这25%的部分，我保留一点跟他不一样的看法。那当然，整个团体到现在目前罢团努力了这么久，我跟你讲的，努力吧，很努力。努力了这么久，1阶、2阶不可能的，达到现在第3阶了，到了剩2个礼拜投票。我应该是讲说，你说徐小青、王宏威的选情有没有回温？我告诉你，有回温，有。我的感觉在我的选区有回温，但回温依照我们历史这几次的罢免选举里面来讲，同意票通常比不同意票高，只是同意票有没有超过25%？是，尤其是黄国昌跟那个 Freddy 意思都一样。那现在的问题是，25%会不会吹得出来？我告诉小平哥。以我了解，现阶段的情况，同意25%一定到，只是如何把不同意吹出高于同意25%。你说那个2个女生的区对不对？我想应该整个大罢免的情况24席来看，
不止那2个女生，就对，不止那2个女生。一般来讲的话，吹出25%正常同意票会比不同票。那热区台北市绝对不会只有2个女生。我应该是讲说25%不止2席，对不对？不止2席，会结果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不会只有2区25。OK， 我应该是讲说。这一次的选举，热区什么叫热区？叶元之叫热区，王宏威叫热区，哦，然后你讲叶元之，我们上工突然就醒了，讲到本选区了，你让我讲完，公民意识出来了。对，热区超过25%，一定超过25%，只是反对的票有没有高于同意票？那至于冷区，像比较冷门的这些区。我个人认为25%真的是一个门槛，但如果到这个选举短兵交接到街头巷弄战的时候，你要吹出所谓的意识形态或仇恨值，我都没有意见。这本来就是有点类似蓝绿对决的情况。那赖清德，我们本来就是后方支援全方霸团，要我们怎么支援，包含我们未来的一些2个礼拜的所有台北市党团，所有的扫街，然后拜票。车扫、走路、徒步等等都出来了，这就是要吹出超过25%，包含说一些冷门区域，我们也不见得霸团、公民团体认为一定会超过25%。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不管你怎么样去仇恨动员，但是消费台风这就不对的，尤其这个所谓立正节，是不是这个将军叫立正节？在这一次的丹纳斯台风这个情况下，我应该讲说，受灾害的不是只有台南高雄可能某部分，屏东某部分，台中严不严重？严重嘛。那说难听点，你在操作这个所谓的仇恨值对立的时候，真的对你的选情会有帮助吗？立法院的纷纷扰扰，怎么炒1万块啦等等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谈政治角度，但是我们用民生的角度。这2天不是一直大家在称赞台电的辛苦，这些等等的问题。这个将军，你一个退伍的将军，你在幸灾乐祸这种事，说在刚刚拍电，或者干嘛瞎查题会多啦。你在讲没关系，在讲台南这次虽然没有罢免的案子，但是你这次不会外溢吗？我告诉你，绝对会。所以我个人认为，到最后面短兵相接、仇恨值、动员等等的问题，不要影响到所谓的民生跟人民的心中的那个痛。所以我觉得这个将军应该要公开道歉。OK， 张甲。这些过程好，仇恨值它未来的发酵，刚才讲的这些未来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刚才其实有问包括吴征讲说他们内部有没有一些重点，大概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的名单？那这一次的罢免战会有几个让大家觉得从一开始打的时候，刚开始会觉得反共被拿来当一个主轴，现在看起来罢团连国旗牌都打出来了。这个目的是要让连蓝营的支持者都觉得说，如果你真的爱中华民国或什么的话，是要支持他们的意思吗？其实上次我不是提过一件事情吗？是门槛的，是公民数的25%。对。然后我们知道，刚刚那个小平也讲到投票率嘛，投票率。如果我们在公民数里面投票率如果是40%而已，你要过门槛是62.5%得票，就是开票的时候同意的时候62.5%，那个是过门槛。如果你投票率是50%，通常这个已经是我们罢免里面最高的，差不多。那个时候过门槛要50%。那如果你要投票率拉到60%，那个是过门槛是41.7%，所以其实25的门槛，真正回到实际开票那天，它还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它还是个门槛，不要以为这么容易，对，它是非常艰困的。那非常艰困里面呢，那现在就要看了嘛。所以呢，其实赖清德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嘛，那至少就是米凤我们都讨论过嘛，一定要让民进党的盘85%以上都愿意出来，对啊。85%以上的民进党盘都要出来，那这样子国民党都死定了。那可是死定，等一下，人家的北部的盘也比较大了。我就可不可以再讲这件事嘛？但是呢，回来跟你讲一下死定了。但是接下来是不要讲到叶元之。这一次被罢的，除了像那个张义夫那个，因为那国民党的很多人都对他有意见，对不对？大多数来讲，被罢的都是蓝盘。所以民进党的基本盘恐怕跟全台湾比起来更紧绷。所以呢，那罢团他们当然也理解这状况，所以他们开始打的是什么？保卫中华民国。所以他们现在罢团里面是保卫中华民国，以前是国民党基本盘最喜欢喊的，那他们现在要保卫中华民国，延续他们的原来反共除奸，他们就希望这一些比较浅蓝的、比较中华民国派的能够出来。不然他们要过那个25的门槛，就变成是
非常难，所以他们是保卫中华民国。那对于国民党来讲，保卫中华民国这个牌子都被拿走了，所以你会看到像花莲这边，他们叫做保卫韩国瑜。因为他们只有让他们的基本盘，因为其实现在国民党就是找不到基本盘，基本盘都动不出来嘛，所以会搞仇恨，会搞什么？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想往中间靠拢。所以他保卫，所以但是现在打出来的，这是傅昆萁的打出来的嘛，对不对？但是保卫韩国瑜。花莲里面韩国瑜是有基本盘的所以现在大恶霸若成功，柯建铭当立法院长，那他们为什么这个？其实一方面柯建铭当立法院长，在社会上当然很多人还是不见得完全认同。那第二个是柯建铭当立法院长，就是韩国瑜被拔掉，那韩国瑜被拔掉，那这个花莲的韩粉其实还算蛮强大的，桃园就更强大。然后刚刚讲的这些罢免的24区里面。其实韩粉或者是都会区也是一样，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就是保卫韩国瑜和保卫中华民国两方面在做一个竞赛。但是这里面你也会看到说，为什么有时候他们会民进党是比较务实，8+2的意思是你知道的是台湾有些地方幅员广大。好，那如果呢，你从这次的联署状况都知道，越好的便利的公共运输，其实是反而会让选议出来投票的难度减少，投票率会更高。尤其是这个氛围里面，所以呢，最早的时候，本来你们精准罢免第一名叫涂全集嘛，可是观音那边很大，所以其实现在那个8+2，实际是民进党心里当然就是资源有限，尤其是那些指标性的蓝区，又是都会区，公共建设又那么好，那个当然是他们有希望的。但是对于罢团来讲，就讲了31个人，没有人愿意去面对说我白忙一场，所以当然就会变成是有这个纷争。可是回来的话，你要看到基本态势是什么？民团已经开始往中间走，而整个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真正的基本盘，就算他们很有意见，但是实在没有保卫国民党的这任何的企图心，所以变成是保卫韩国瑜。我应该是讲说，刚才创夏哥讲的这个神主牌其实是国民党长期以来的神主。等一下小平就会回应，因为小平长期以来中华民国派嘛，那中华民国派人家在呼喊你。那这个的部分，原则上我个人认为有真真假假有应该是些台独也摇国旗，我们感到很痛心。你马个拜托，你不好聊天的时候，国旗是爱台湾的。他一边感到痛心，一边狂笑，你有看到？其实应该是讲说，国民党这次的选战到后面来都乱掉，他们根本抓不到主轴，就是各自为政。虽然够细命啦。那每个人所讲的话，每个人跟党中央不同调以外，其实他们整个选战都乱七八糟。那你也知道，都会区来讲，我个人认为25%的机会真的很高。那25%机会高的话，我们台北现在在打的，我们只是要求同意票一定要比不同意票高，那原则上罢掉的机会就高。那刚才创夏哥所讲，或许偏远地方到25%真的很难，但是这个部分我还是觉得。国民党现在是乱七八糟的打，因为他们吹不出他们那个激情跟动力，投票的动力，所以导致于今天我们家公连这个都可以当成主轴。那真的国民党，我只能说，小平，国民党连这个都可以拿来当主轴。来，小平，谁要在呼喊中华民国派？什么叫中华民国派啊？就是敬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国旗，对吧？那请问这个统一派跟台独派？是不是都要消灭中华民国？没错吧？因为台独要搞台湾共和国就没有中华民国了。统一的话被老共我们反并吞被老共弄走的话，这个国家也不存在了。那请问你们里面，请问一下，去这次投出来，如果25%投出来了，好，假设有一区被罢掉，我们23，你们25，在25%里面，请问你独派占多少？绝对是大多数嘛，这是基本常识。但每个独派都摇国旗了。我要灭这个国家，我要灭这个国旗，为了两手策略，一边那个年轻人摇国旗，看起来突兀感没那么高，就是什么阿美啊，这些人，一边就是推证明推一边一国，那叫做我们现任的中华民国总统领中华民国俸禄的总教赖清德，他要消灭这个国家，然后无所不用其极的消灭。那我也不敢真的宣布台独，可是我怎么样也要台湾讲100次，中华民国讲8次，然后青天白日满地红也弄成不是，今天弄别的颜色绿啊参见，不是。心在什么？心在想什么？赖清德就是我两手，我就是要罢掉你，那我也要中华民国派里面认为说，你们这些人有些人舔共，我要罢掉你，这也是珍贵的一票，在25之一，我这边台独基本盘也要出来。
政治这样太狡猾了啦。政治这样太狡猾了啦，因为这是对国旗的亵渎，我这句话很重。台独的人是要灭中华民国，你还拿中华民国国旗而要罢国民党的立委，那是对国旗国家的亵渎，我是不认同的。小平哥这样不公平。你讲赖清德要灭中华民国不对啦，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你说要灭到中华民国的，其实要灭到台湾的是谁？是那些亲中的立委嘛？这才是这一次我们主要要罢免反共的问题嘛。来，你怎么会说到我们？可不可以请问一下，第一个，很多地方大家讲，刚我真讲，花莲显然是重中之重啊，是。所以连这样的广告，你看傅昆萁最近广告打成这样，连所有的口号一直在换，那就知道这一席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个，你们板桥。看来这个地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罢团会找林右昌去扫街，然后岳元之这个地方是昨天是找侯友宜出来帮他背书，所以这一席显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然后刚才大家所提到的，那这所有的过程当中，白银在这里面，从刚才讲今天立法院的法案之间蓝白之间的合作，因为动辄会影响到未来。黄国昌在吹小草票的时候，能够帮蓝营帮到什么样的忙？包括7月20号，动作都已经大到在民进党党部前面去号召所有的小草去。那盛货也跟国民党招手说：“来，大家一起。”我不知道小平会不会招人一起去？7月20号会啊。哦，你也会去哦？会。哦 ，OK。你要到小草的阵营去？小草我不要去，我派人去就好了。OK， 对，像这些某种程度，黄国昌不是也讲说，前几天青鸟也有一个聚会，他说啊，人不是人家没有聚会，是因为人不够多，所以媒体没有报。而这些方方面面，你觉得对整个罢免来讲的话，尤其对于蓝营要面临被罢的委员，加分减分，你的评估？第一个那当然黄国昌办活动，你就看到徐巧芯第一个就说他要去嘛啊。那基本上国民党现在刚才都在讲投票率的问题嘛，投票率了。那国民党现在面临的已经到又往上又碰到一个瓶颈，从5成到6成，那一直瓶颈哦。但你看现在距离投票只剩下16天，你那个瓶颈要不要破？你要什么时候破？你可能破的时候已经投完票，因为时间太紧迫了嘛。我们几成会不会被罢掉？8成还7成5？你自己算。那你那个瓶颈顶在那边的时候，你距离投票这么近，你要如何争取票源？你只有争取外来票源。外来票源现在是谁？就白银，白银嘛。就白银嘛。所以现在白银办活动，那不然就是国民党办活动都会邀白银的人去，对，黄国昌一定会啊。他现在变成一个蓝白里面，我需要你外来的票源了嘛，啊。那当然，黄国昌办活动，他也故意选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嘛，那个就是筹绿嘛，就是筹绿的心态，选择一个地点，可能号召力会比较强一点，地点的选择嘛，他也是有一个地点的选择，他把那一个不管说是柯文哲的官司案啊、筹绿啊等等一大堆，他选择一个标的物在那一边的时候，比较容易号召人来嘛，比较容易号召人来嘛，所以你说这样走下去到底有利没利？我记得昨天这个你们普马沈博阳说啊，他们有做一份民调哈，就是说针对黄国昌跟馆长做民调，就是说黄国昌出来反罢免的时候，是强化你的同意罢免，还是强化你的不同意罢免？结果26比13，就是强化的同意罢免。那馆长是30几比10几，就是说它的效应会是一个正面还负面？正面还反面？正面还反面？其实它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问题嘛。因为黄国昌不是一个柔和派的人，因为黄国昌是个仇恨派的人，所以他相对也是有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那
馆长也一样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嘛，那馆长的作用力会更大，知识选民的问题啊。所以你说这里面有了国民党里面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他也讲了实话了。那我们已经瓶颈了，怎么办？我们只好找外来票源了。所以为什么找馆长？为什么找黄国昌？就这个理由嘛。那现阶段罢免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有票就好。现在就这样嘛。那当然，利弊得失，我觉得黄国昌未必带来的是全面性正面。他的仇恨值也高，他也有负面的问题嘛。那你当然花莲绝对是重中之重啦，但是重中之重，你说拿那个刚才在谈厉正杰的不当讲话，各位回忆一下，去年地震的时候，老柯也有不当讲话。在花莲的地震啊。那老柯，你名义上是摆老柯出来，事实上是要透过韩国瑜动员，基层嘛。你要保韩国瑜嘛？你看到了柯建铭当院长，你当然一定是要保住韩国瑜，利用韩国瑜这张牌嘛。韩国瑜就是柯建铭的翻过来，柯建铭的翻过来。那蓝营里面，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蓝营的票能不能吹得更高？是。但你说今天走到最后，当然我一定要谈一下我们板桥嘛，对不对？板桥越打越热。其实说实在话，你去看罢团罢团他采取分站式的，就是说他罢团里面，他每天站出来是分点式的。其实你几点就可以看到他们，7点多就可以看到罢团在站街头，就上下班的人潮，而且他们都是选择。上下班人潮的，比如说十字路口，我们说十字路口有的地方是可以双向走的啦。那个人潮在板桥火车站人潮的地方啦，等等的，也开始站。那当然，叶元之也在跟垃圾车啦，叶元之也站街头嘛。其实你会发现站街头好像变成这一次的大家都做的事，跟选举蛮像的。是啊，它就是选举的感觉了，选举的感觉嘛，都站街头。要么大家都扫街，那当然你说叶元之的扫街，他本身就是被罢免人嘛，他本身就有立委的身份去扫街。但你罢团去扫街的时候，其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在动员期间的时候，他需要一些在地里面知名的人物，所以林右昌来带着议员嘛。那带着议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跨区的议员都来了，因为板桥是一个区，议员是一个区，你可能主力是在板西，但你板东有票 ，OK， 你主力可能板东，你板西也有票，所以到最后那个议员的集结里面去扫街，你像接下来是苏巧慧，苏巧慧这次在罢免是非常积极，我们都知道他最终的目的嘛，好，罢免。跟罢团里面他的积极态度，而且他现在兼主委嘛，他积极的态度。OK， 那接下来他们隔一天又要邀请了黄捷、林楚英，去扫街。那你就看到叶元之就在民生公园啦、福州职场啦在办活动。其实有些地区是蛮接近的只是日期不同因为你像民生公园在埔前那边。然后他们这一次安排的罢团安排的也有少那一个市场是在埔前的，那埔前人口数很多，大家在站人嘛，大家在站嘛。那现在最大的关键问题是，叶元之的仇恨值，叶元之的厌恶度能不能下降？其实你说侯友宜帮他讲话是否有用？其实侯友宜能不能直接动到里长系统、议员系统？其实这个是关键。为什么会特别谈到侯友宜要不要帮动？因为这就代表，有些地方叶元之动不来有些地方他动不来，所以要靠侯友宜能够帮忙。对，有些地方是动不来的。因为有些国民党的里长讲一句白一点的话，立委选举就没有支持他。就没有支持他嘛 ？OK， 所以里长的部分，还有一些这种公庙的部分，
还有2大同乡会的，不，2大同乡会在板桥哦，云林嘉义，云林嘉义很多人，很多人，因为几个重要的人。有号召力的人刚好都住板东，就云林同乡会跟嘉义同乡会，几个有号召力的人刚好都住板东，我都住板东。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嘉义同乡会这个侯友宜过去常去嘛，所以他每一个系统，他有没有办法去动到彻底 ？OK， 因为这些人都反叶元之。虽然刚刚讲的是板桥现在最新的一个状况，但前往。所以你如果往下走看，王辉这一区，媒体上面报道，因为是蒋万安的本命区，所以蒋万安在今天的一整天会陪王宏威啊，你说不管在街头啦或者什么什么这些，这个也是表示大家也讲说也是激战区之一。刚才讲到一个，所以这时候名人或是在政坛上面，我们说这些大咖就非常重要嘛，像譬如说13号。徐小英他们要办的那里面，就把几乎县市首长，那从卢秀燕、蒋万安所有这些几乎全部都要请到。对，然后包括要找蒋万安，因为蒋万安就是台北市长，这5席任何1席有闪失，对他来讲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些靠着大咖名人或是所有这些县市首长层层叠叠的效应，能不能帮国民党守得住这些？另外对绿营来讲的话，绿营跟霸团，刚才为什么要请教绿营的朋友这边就是。那个整合度，因为毕竟这不是同一个团体嘛。对。那个整合度上面来讲的话，真的能做到所谓的如背食指，大家之间这样一些的合作吗？好，这个3个问题哈，就第一个部分，我先快速的回答第3个问题哈，因为今天我看到有新闻在讲说，这个民进党跟霸团之间的整合跟磨合看起来有些问题存在，但我要这样说哦，就霸团不是全台湾所有的霸团统一变成同一个霸团，没有。各区的霸团各自都是独立的，不但各区的霸团是独立的，而且连各区的霸团其实他们连所得到的资源都不太一样。好。另外对绿营来讲的话，绿营跟霸团，刚才为什么要请教绿营的朋友这边，就是那个整合度。因为毕竟这不是同一个团体嘛，对。那个整合度上面来讲的话，真的能做到所谓如背食指，大家之间这样一些的合作吗？好，这个3个问题哈，就第一个部分，我先快速的回答第3个问题哈，因为今天我看到有新闻在讲说，这个民进党跟霸团之间的整合跟磨合看起来有些问题存在，但我要这样说哦，就霸团不是全台湾所有的霸团统一变成同一个霸团，没有。各区的霸团各自都是独立的，不但各区的霸团是独立的，而且连各区的霸团其实他们连所得到的资源都不太一样。好，这是我亲自看到的结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去几个区去看，每个地区的霸团都有自己的想法跟主张，所以等于民进党要跟他们沟通呢，也要看说当地他们的这些霸团的意愿是什么，比如说。有的霸团他就会希望呢，跟民进党啊，你们的议员呢多多进入啊，帮大家一起办活动，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绕人来参加。可是有的霸团呢会觉得说，大家彼此呢互相保持距离啦，那有一些活动可以互相配合就互相配合啦。那大多数还是希望以霸团为主，所以呢，像我拿到啊，光是像文山退保他们这个相关的行程啊，都是从早上8点就开始啊，早上8点9点的时候就开始在跑，就有他们行程，然后到下午这个是5点半，然后一路到晚上9点。在各同的地区啊，在就是文山区哦，扫街啦、宣讲啦，他们都有自己的活动。那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霸团自己为主的活动。然后在其他的时间，他们跟在地的民进党市议员能配合的时候再去做配合，等于活动的时候再结合。所以每个地区的霸团他的想法不一样啊，这是第一个要回答。那第二个，那讲到王宏威跟这个名人的状况啊，当然。对王宏威来讲，今天大家看到王宏威的新闻，应该都是拿这一则新闻啦，因为今天刚好是他生日啦，他就是口腹。然后他讲说他第一个生日愿望就是希望大罢免大成功，当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讲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好，这个生日愿望希望罢免自己，这个应该几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口误的状况呢，他讲错是故意让你们记得他生日而已。好，我们大家都记得他今天生日，口误，所以对，一定口误了。所以今天这个王宏威的口误呢，就变成在网络上的大家这个传颂一遍的笑点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名人加持到底有没有用？我要这样讲哦，我发现罢免方跟反罢免方大概都已经盯到一个极致了。好，尤其是我们看像之前就7月5号的时候，
这个国民党的不管是蒋万安也好，张善政也好，甚至连这个黄国昌，民众党的，大家都到台上去了，下面能够动员出来的群众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对彼此来讲，如果要走传统的动员场合的话，其实那个气势是已经走到极致了所以接下去这段时间呢，彼此要怎么来冲高自己支持的投票，恐怕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啊。可是呢，这个名人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带来加持，或是名人本身反而变成另外一种添柴火的作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要想一想的，因为你看整个过程里面，我们都看这个新北市就看侯友宜，台北市就看蒋万安，台中市就看卢秀燕。第一次就是说这一次一大段时间以来就第一次看到就是说。这个市长本身在里面的角色突然被凸显出来的，我讲的就是新北市的侯友宜啦。因为等于说这个有人有反弹的竟然是新北市的义消啦。新北市的义消给各位看因为这是新北市议员李宇翔他接到人家的陈情啊，所以呢这个你可以看到上面第一个上面陈情人这边就告诉你他是新北市的义消，然后呢这个新北市的义消呢对于这个新北市特搜大队公告的这个一件公差，那他看起来是非常有意见的，因为这个公差要求分队派遣义消跟家眷前往国民党7月19号下午3点半板桥反罢免的政治活动，这应该是支援叶元之的所以呢，侯友宜跟叶元之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起来是画上等号然后在这一个爆料下面呢，因为他其实有附上有 LINE 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在传讯息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排我把它圈起来，这里面对话的人，因为这应该都是义消相关的人的对话。里面就提到这是反罢免公差，请自行决定要不要参加。然后呢，又提到又要利用义消吗？是欠投诉吗？然后下面还有人说，请问是何种公差？这是不好说的公差。大家要想说这个东西出来，对新北市政府在动员义消去参加罢免活动，义消，请问这个东西是私人财产吗？不是嘛？这东西是私家部队吗？也不是嘛？那你如果动员义消去参加反罢免的活动，这个看起来都有非常高行政中立的问题但这不是最夸张最夸张的是整件事情在往下披露的时候呢，披露到后面，竟然有义消主动抛出他是抛出因为我们大家会问一件事，新北市的义消是可以作为像这样的市长个人的部队或是政党个人的部队去支持政治活动的吗？结果呢，我们本来以为是罢免活动的时候会不会是特殊状况，因为新北市政府告诉我们说这是个案嘛，说这是个别干部所为嘛，结果呢有义消注意看在这个地方他在李宇翔的脸书下面留言说，上次的县市长选举前我也是义消，也确实有被动员去参加造势大会，当然消防员据他所知也是有的，所以有个看到第二段的时候更惊悚义消有动员消防员有动员而且参加的是县市长，这指的是2022年的选举所以呢下面一po出了这张2022年的11月25号晚上6点的时候这是侯友宜的选举的造势活动那结果呢？这个用公差的名义去报的时候，你已经觉得很夸张了我再告诉大家，第三个更夸张的，因为整段事情呢，到第三个更夸张的是说，如果这些一切都是大家自由心甘情愿通知你活动你要去参加没有关系嘛，那都无所谓就是反正爱去不去活动告知你了，你都没有关系。结果人家发现说这件事情竟然跟绩效是绑在一起的因为新北市政府告诉我们说这是个案嘛，说这是个别干部所为嘛，结果呢有义消注意看在这个地方他在李宇翔的脸书下面留言说，上次的县市长选举前我也是义消，也确实有被动员去参加造势大会，当然消防员据他所知也是有的，所以有个看到第二段的时候更惊悚义消有动员消防员有动员而且参加的是县市长，这指的是2022年的选举所以呢下面一po出了这张2022年的11月25号晚上6点的时候这是侯友宜的选举的造势活动那结果呢这个用公差的名义去报的时候，你已经觉得很夸张了我再告诉大家第三个更夸张的，因为整段事情呢到第三个更夸张的是说，如果这些一切都是大家自由心甘情愿通知你活动你要去参加没有关系嘛，那都无所谓就是反正爱去不去活动告知你了，你都没有关系。结果人家发现说这件事情竟然跟绩效是绑在一起的因为这是新北市义勇消防总队人员的内部勤务管理要点，红色框起来这一项里面关于义消人员的一些惩罚的标准在上面它上面写说有违反下面情况的这个下面情事的人呢，当年度不得呈报为本局的义消楷模，
其中一项包括公差无故不到达5次以上，也就是你公差到不到达这件事情，你去的次数，它是跟你义消能不能被列为义消楷模是绑在一起做联动的。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换言之，就会有人情上的压力，换言之，就会有管理上的压力，让你不得不去参加这些活动。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哦，就是侯友宜跟你在新北市的义消甚至消防人员，对于罢免的活动这种政治性的活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要求他们去参加吗？恐怕这个柴火变成是自己丢出来的柴火。金黄，30秒跟大家讲，你是财经专家，这一波关税也没有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我们的关税？然后川普又讲了一句话说，那剩下的国家大家都要交关税，大概15到20之间。对你评估大概会怎么样？我觉得第一个哈，就是说这一波出来的，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一波好像没有跟上去，这个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我看了好多报道都觉得奇怪，台湾第一波没有列进去，觉得会有问题；第二波没有列进去会有问题。可是我们跟大家说，实际的状况是呢，这2波被列出来的都是问题很大的国家，因为有很多的国家呢，因为川普是4月2号的时候公布所谓的关税嘛，就关税大战。你去注意看哦，像这一张图里面哦，4月2号在这个地方哦，4月2号跟7月份的时候，7月7号所公布的国家里面，有好几个国家的关税呢是不减反增哦，包括日本从24%变成25%，然后呢，南韩也是维持在25%，然后让大家更惊悚的是，像这个地方啊。图上面的最上面的巴西啊，巴西在4月2号的时候本来是10%，结果巴西呢最新被公布出来的税率是50%，所以大家才发现说哦。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呢，看起来吗？要么跟美国没有在谈，要么跟美国正在谈，但没有成。所以美国可能是要用这样的公布的方式呢，作为在谈判上的压力。所以呢，等于说我们在谈，但没有谈成，但是要让你有压力。所以台湾还没有列到这里面，反而是好事，因为表示我们还在谈。但至于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呢？至少我们等到了这一块图出现了。这一块图就是川普的最新的留言。川普最新的留言告诉大家说，这些已经公布的国家之外。剩下来的国家呢，不是15%就是20%，所以呢，看起来巴西的50%，还有这个看起来斯里兰卡的30%，或是像日本的25%，这看起来跟台湾发生在台湾身上的几率相对就是比较低的。OK， 那最后小平30秒对大罢免有什么呼吁吗？大罢免最后2个礼拜，我认为再多的委屈啊，还是。都不要上新闻比较好。李彦秀就是好的典范啊。OK， 人家不上了，你还一直点他名。我要就是跟起来，就是我认为这样走是平淡一点啦。然后啊，因为25%不是那么容易就达到了，因为这是最大的那个天险。那你过了以后你要26、27这样下去了。我认为啊，宁静致远啊，我是给这个我们的这些24位立委哈，这个一个说法。OK。来，经理30秒。之前大家都说黄国昌烤肉不带肉了，那只带面包或者连面包都不带。但我觉得这一次7月20他们真的办了，但办了这东西，说真的居心叵测。国民党要打开眼睛看一下，办哪有全世界办是办在那个人家政党的门口啊？你有本事办到凯道去，那代表白银是虚张声势，甚至于空心大萝卜，还是要叫你蓝军的来。小心一点，希望蓝军不要被白的掏空了。今天立法院所有的会不会进行表决大战？而这个表决，对于刚才来宾所提到的这些事项，在未来这10几天里面会有什么样一些发酵的影响吗？那还剩下这10几天，各政党之间或者各阵营之间，未来还有什么动作？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学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